就是找感觉，否则怎么能一次化成形呢？有时候就是，创作嘛，我也没有旁边找一张图在那照着抄一模一样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构成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这个场景也是全新的，之前也是没想过啊，这个场景怎么画，就是临场去把它去安排，其实也是让大家能看到。其实有时候做教程也不是说看一定要让大家感觉到一点错都不出，其实就是看我们哪些地方，有时候会容易画不好，这样自己画的时候就知道啊，他是那样处理的。当他遇到那样的难题的时候，他是那样处理的，就比较容易产生共鸣。如果全是跟大神一样的，一出笔全是一点错没有，那个也不可能的。我们以前我也看过阮家的教程，那里面经常也是涂涂改改，肯定也是经常有一些很多的过程的一些思考。这个山要再远一些，再往后推一点。同时上面还是要表现出细节，但这个细节对比就越来越低了，就是到远处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纯剪影，一点都看不到什么，一点都看不到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绿色，就是草或者说树那种绿色，就变成了蓝色。给之前你看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效果还可以，因为它有一个白色的云彩对比这个蓝色的山。那现在这个没有的话，可能就不太好了，所以说我决定还是要再把它加上去。这就是你要推什么东西，就得是让它有对比，拉什么层次感都需要这个。这个光照到一个下面，比如说有一个农田啊，类似像村庄什么的，这个颜色还是要跳跃一些。一是为了拉近拉开这个中间这个后面的层次；二是觉得下面比较阳光明媚，比较舒服，也是设计的一些内容之中的一些东西。但是我一开始下面想的是要做一条道路，有一些村庄，一些就做一些树啊，大大小小的这些树，然后有一些路，
这个路就不用太在意，因为这个是特别小的，远处不可能看到一条这么明显的路。然后有一些小房子，这个房子我们用一个红色来画。突然想起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保存。就是点几笔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蓝色就不用管了，就留下来这些草稿，有时候其实没什么关系，最后有时间慢慢处理。这阴影里面的这个树呢，可能稍微有一点这样的感觉，阳光底下的树可能就比较劲爆，就是受光面比较充足，这样的效果。这边也有，而且这个山上也可以画一些树，也是一样的。走上去，我做的这个其实只是以一个建林的一个感觉为主题，其实更多的还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画法。可能他们不会这么做，他们做的时候就比较偏写实的那个方向去走，就特别写实，拿一些照片。他们对肌理非常狂野，就非常需要画出那个山的一些那种纹理什么的。我觉得还是先以块面为主吧。总之这个背后这块场景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要比这个近景这个东西要更重要，因为它后面做得好的话，就能合理的推出前面这段，所以多花一些时间是没关系。而旁边这两侧的这些近景，其实都是陪衬，都是配角。时间的原因，我们可能就没法去更深入了。也希望下一堂课可以把这个画完，或者说是，如果有同学要求的话，我们可以下一堂课讲一些基础，就讲一些怎么能画这个东西，就是不用再那个了。这个房子设计的颜色包括什么还有点难看，有点太闷了，我还是觉得这个颜色好看一点，舒服一点。做一些光影效果。这个外形，其实很重要。但是现在的话，目前脑海当中还没有想出来这个建筑啊，是具体去怎么去设计。但大概想出来，应该是像是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寺庙，或者说是一个休息站而已。不用画太复杂，如果画复杂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不是以场景为主，是以建筑为主，给它做一个，是吧？那种主城样的建筑。行，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先这样，里面的层次的话，到时候再画。而且这个白色是我为了定一下光影，也不可能是用白色的，该是蓝色还是蓝色，或者说该是什么颜色。建林的那种建筑，我们留到最后去表现，就是说啊，它有什么样的什么那种比较
奇特的那种想法啊。因为界林嘛，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山石那种大气的那种空间的那种感觉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建筑比较有特点，就经常会把一些中国的一些东西改变的非常的有趣，对吧？跟我们一般意义上看到的不太一样。这我们最后再搞，我们先这样留在这边。现在看看画什么。这个地方可以画一画，有点可以收拾收拾。但至于要画什么，我先看看草稿。草稿，一个路，还有一个桥，一个层。这边想画一个灯，路灯。这个就先试验一下，不一定好看，有很多草稿，真正画出来并不好看。不是很好，先留着不画。这边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大的瀑布。这个启发是在于什么地方？其实也有启发呢，就类似这种，或者对，就是这个，那就拿它照着画的。瀑布怎么画？水嘛，首先很自然的是越到下面一点，让它有一点通透的效果，然后这边流下来的时候相对厚一些、稠一些。光感包括这边应该是能反射到阳光的一些光感，可以做一些曝光。你看亮不起来了吗？只能相对，只能把旁边压暗了。水不要想一定是白色的，水它只要是透明的话，其实更多的是它如果没有水花溅起来折射光的那个颜色的话，应该是多数露出来的是背景的颜色，对吧？就像玻璃杯，你不可能把玻璃杯画成白色的或者什么，都肯定是根据后面的光影定的，后面的颜色物体来定。这个地方要不要光影？之后再看。先把瀑布先交代一下，交代清楚一点，再看看合不合适。很多时候，不管是画人物啊什么的，你看刚开始想的草稿想的挺好，结果画的时候过程当中还是，对吧？会跟一开始的初衷有一些出入。那么我觉得，这个就没关系，这个就是随时改变就行了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山不远不近，既不能是纯蓝色，有了很多空气，也不能是黄色，一些泥土的颜色，其实比较难掌握。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比较蓝绿的一些灰。
山的一些结构，这个肯定要找参考，这个不找参考的话，我也编不出来，我又不是什么造物主是吧？这些东西肯定要看一看，怎么弄，上面画点什么？你是要画个平台？那剑灵不是经常有那种飞跃，那个从一个悬崖飞到另一个悬崖吗？有这些东西可以设计，然后可以加一些小房子啊，一些站点，就可想而知上面应该有什么，就画什么就是了。这块的话，目前从整体的构图上来分析的话，我们的亮部大概现在已经分配到了这个区域、这个区域、这个区域和这个区域，还有这个区域，还行。然后主要区域还是，其实主要区域不要偏离这块区域就行了，因为这块区域是我们主要重点强化的。其实这些地方都是比较陪衬。这个地方到时候贴了点东西，目前看上去看不懂是什么，但是一定要把它编出来。想象一下啊，水流到这边的话，如果流到这边结束的话，那如果这边肯定会溅起非常多的水花，是吧？这边会雾气腾腾的一片状态，这样好吗？不一定好。那你看，整体破坏了这边的整体的节奏，所以这块不要。这就是我需要什么，而且它现在我想要这个效果，目前看上去不太好，就直接留下去。就是说直接穿下去，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透一点点远景的一些，对吧？就是那种什么下面的那种村庄什么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水，你就可以把它画成黑的嘛，就深色的对比出来，无所谓。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什么东西？写这个颜色。哎，没画错，吓我一大跳。这边我之前想画的想法，最后果然还是差距很大。一个山、两个山，一些小山，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层次。
但是实际实现出来的效果一个层次，太让人失望了。这个还是要多画几个层次，把它分开，然后中间做一些云彩，比如说，就像那个山涧缝隙里面有一些雾气，这个后做可能就不太好做了，但是这个先看一下效果吧。有时候为了好一点的效果的话，无所谓。OK。那么之后可以大家讨论了一下，可以先讨论一些场景啊，一些，不管是人物角色还是那个场景啊，都可以进我们这个群里面，我们的公司群里面。我们公司群里面呢，都是一些公司的一些大神啊，那些高手，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很多工作人员，我们工作人员在建了一个群，就是这个群号是多少？群号应该是在那个YY 上面应该有，我再看一下。哦，是这个45862222，是的。之后接下来我会留着。我们这个群呢，可能与其他的群意义不太一样。就别的群可能是要不然进去就是发话或者怎么样，或者是互相就是口头上一些交流，而我们呢，更多的是你画出来的话，或者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问，我们可以现场教你，或者说你发一张你自己画的画，然后呢我们呢内部呢会有一些人员呢指点你，帮你改，教你怎么画。现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就是不是互相在那说画的不错，然后就没下文了。OK。这个地方层次果然还是很难推。行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这个画的太久了。平时画画要慢一点，一笔一笔画，慢慢想清楚再画。其实不管怎么样，考虑清楚了，2个小时画2笔，都比考虑不清楚了1天在这画2万笔要有用多。我这个呢，就是也是因为时间缘故了，本来是这种图的话，如果相信有画过这样的图的人，应该是知道，这个图一般都肯定要至少要画个5、6天吧，再快的你也3天吧，你不能说你1天就画完了，目前我还没遇到过。这个只能加快笔触了，所以说已经过不了什么这个笔触好不好看了，烦不了许多。
可以画。其实这个就是加这个东西，估计光这一个东西就得画好几天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魔神的这样一个雕像放在这个地方，可以弥补很多这个山这个地方你不知道该画什么的一些缺陷。但是想想啊，可以画，可以画，可以画，先留着。地面嘛，就是交代一些划分构成，然后这个白色留在这个地方真的不是很好。